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的2025德梦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前面已经进行了2场比赛，已经打了9局。第一场比赛打了4局，第二场比赛打满5局。现在第3场比赛将由台北市立内湖高中来对上苗栗县的苑里高中。那第3场比赛仍然是由我乔吉以及球评陈一如来为大家做转播。一如午安，乔吉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是在我刚刚讲了两场比赛已经看了9局的比赛了。那当然，第2场比赛打满5局哦，就是我们平荣高中这场丰原高商的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到第5局最终才分出胜负。那现在即将进行的第3场比赛，也是分组的预赛，那将要由台北市的内湖高中来对上苑里高中。这2支队伍在前面的2场比赛都没有能够拿下胜利，没有机会能够进入4强，但是基本上把它打完一个名次啊，那也是让这个球队在面对这新赛季里面，在暑假里面来做一个最好的调整。没错，尤其是在这个实战的比赛里面，可以让教练以及选手他自己本身看到更多的我们在临场上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回去再做一个统整，让高中联赛即将开始之前，可以再对下一个训练进行调整。对，大家在暑假期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备战训练，备战训练。是。那在开学之前，正好用一个大的杯赛，又有电视转播的情况，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下打起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哦？因为如果真的能够一路挺进到在学生联赛里面呢，复赛阶段又要面对电视转播这样的压力，那当然一方面是压力，另外一方面也让没有办法到现场去加油的亲戚朋友、好朋友们都能够透过电视转播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状况。好，这边看到是内湖高中的阵容，在16位球员里面哦，这个名单里面哦，全队的平均身高是179.9公分。那内中里面的郭成佑也是在之前U17的国手。第2裁判钟清如小姐来自比赛前先来介绍今天的2位裁判，接着为您介绍双方球队先发阵容。再来看到是苑里高中的16位球员的阵容。苑里高中6号张恩凯，全队平均身高是有到180公分。8号马德琳，那在去年的 HVO 高中排球联赛里面是拿下第6名的成绩。郭凯明，在目前阵中苑里高中3年级有4位，2年级有5位，1年级有7位。19号这7位1年级主要也是苑里高中国中部在去年拿下冠军的主力阵容啦，一口气有7位补进来。不过相对来讲，其他学长是在高中阶段已经打了1年2年的这个联赛的经验，那这批生力军补进来，对苑里高中绝对是大加分，但可能这些国3升上来的小朋友还要多一点点的实战去累积。是，这个的确是。10号林玉安，11号张敬斌。好，现在场上介绍的就是先发球员。13号张伟修。今天场上内湖高中穿的是白色球衣。拿黑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苑里高中。自由球员5号柯玉成，执行教练陈昭凯先生，教练陈建章先生，教练张明仁先生，陈昭凯教练去年带着国中部的同学们一路挺进到最后的决赛，而且拿下冠军。在今年就有7位。国中部毕业生加入到整个苑里高中的排球队阵容里面，而且阵中有几位像张伟修是 JHVO 的 MVP， 那王品浩是最佳的篮中，郑文冠是最佳的攻击手，跟张伟修这2个都是最佳攻击手。另外柯玉成则是也是入选到 U16 的国手。好，这场比赛要由穿着黑色球衣的苑里高中来先发球。直接拉到4号位，打一个斜线，但第一个球攻击出界，送给苑里高中第1分。
到的林玉安是3年级的学生，身高1.78米，毕业自巴德国中。快攻推过来，再给4号位，这边结果是直接被拦回去哦。11号的张敬斌想要打直线哦，但是没有考虑到现在在拦边线的球员其实身高是非常高的哦，而且再来就是如果要寻求直线的话，也应该要在高点出手，尤其是遇到这一种我们比较身高比较高的球员哦，要再做一下调整。是。张敬斌哦，186公分，是院里高中的全队最高的人呢。好，这次就打斜的，拦网出界之后，现在球权来到内湖高中。飞过去，哦，前排的触网，双方目前比数2-2，内湖高中发球。短球中间打进去，后排接起来。也是短球哦，左撇子直接打到后排打进来。快速的一个退位哦，一步的攻击就直接上了，这个是快攻手最常需要遇到的状况。把球出界，球权送给了对方，现在双方3-3平手。长推4号位的进攻，哇！从2个拦网球员之间打进来，4-3，内湖高中现在1分领先。敬斌是在起跳的时候啊，是往旁边飞走了哦，所以瞬间中间就多了一个出来，对，原本是没有的，他一飞之后球就钻过来了。拦回来，还有一波。再度拦到，还网球，哇，转过头，直线的机会，但是往外撇了，就撇到界外去，4-4。场上发球19号的郑景汉，也是今年院里高中1年级的球员，漂浮球，但是球挂网。双方比数5-4，内湖高中1分领先。还有呛死回去，队友 cover 得很快。好球，这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反击。中间的对方进攻接起来之后，轮到在4号位这边打进去，5-5。发球轮到11号的黄永豪，也是今年3年级的球员。快攻，内中这边这一阵子快攻用的很多哦，在开局的时候就用第一时间啊来当成战术的一个主轴。在2号位、4号位啊，都比较少，今天都打从中间这边进来，没有过去，给的球速不够啊。所以等到攻击手都落下来了，球才过来。对，还等不到球，球是整个往上浮了。院里高中现在5-7，落后2分，球又接到界外去，8-5。
目前比数是内湖高中3分的领先，也迫使苑里高中喊出暂停。今年的登峰造极，今年排球邀请赛从8月25号一直进行到8月30号。30号最后一天的赛程哦，在下午的明星赛现场会有发放纸帽打卡的活动，欢迎球迷朋友们进场，和我们的赞助商之一的三丽鸥 Sanrio 几个吉祥物一起来看精彩的排球比赛。暂停结束之后，这个球飘到了界外区去，6比8。现在苑里高中再拿1分。轮到发球，苑里高中的13号。哦，发球的直接 ace。张伟修他在去年的 JHV 哦，是获取了最佳攻击手，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球员。所以虽然才1年级，但是马上已经能够被放上先发阵容。9比7，内湖高中的发球。好球，高点的手腕运用。这一种手法很常会看到，是在快攻手啊。是。快攻手很常会使用到这种手法。再来一个快攻！我今天内中真的打非常多的快攻，是几乎成功率是100%。10比8。接过去了，吊球，人在哦，但最后没有及时出手，看着球落地了，11比8。但其实这颗球应该是可以防守起来的哦，因为敬斌已经站在3米线上。其实他应该目的就是很清楚，他就是要守小球。对对。这球好不好？对。二才这边好像是有触网哦。12比8。哇，也是没有搭配到哦。在今天比赛到目前为止哦，苑里高中这边出现了比较多自己的失误，球还是有点太高了。最快的掩护，但这一球后面有接到，打长，他就要球。14比8。内湖高中这边慢慢的把领先的分数拉开，现在有差6分。看今年的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哦，有非常多的赞助商，像是日本卡通的这个三丽鸥 Sanrio 也是我们的赞助商之一。在这个礼拜6，下到有一场明星表演赛，那现场啊会有打卡活动，只要来打卡就可以送你这个卡通玩偶的纸帽，也欢迎球迷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带着纸帽进场。和 Sanrio 一起来看精彩的赛事。暂停结束过后，内湖高中继续发球，14比8。吊球往后哦，但这个球后面虽然有碰到，但是球往后飞。对，如果要接的话，其实可以再早一点哦，有点犹豫了。
那其实后面已经有另外一位选手已经补过来，如果他可以出个声音的话，那其实他就可以很放心的交给后排中的选手来做防守。罚球是18号的张佑琪，连续2球都往后接，照打，再推快攻，但是被拦回来，再一次改2号位，再度拦到。4号位的进攻，这就刷下去了。哇，这个触网非常的明显哦，整个手掌都已经打在白带上面了。今天真的出现蛮多这样子的状况。再打快攻，这球奥波。院里这边的2个举球员啊，跟快攻手到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对。好，现在进入到16比9，是这一局的技术战题。回到比赛的现场，这一场德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高中男子组的比赛是由苑里高中对上内湖高中。在第一局，目前内湖高中16比9暂时领先。哇哦，好球，跳得非常高哦，垂直起跳的高度很惊人呢。张吉斌刚刚这球打下去哦，现在苑里拿下第10分，10比16。轻轻打，直接接回内中这边。改打4号位左手，这个球也接起来。哇，打到标志杆。对，球的飞程哦是比较快一点哦，所以让主攻手是没有办法来做处理，是冲着网子。17比10。苑里高中换人。换上9号的郑文冠，也是1年级的球员。想强攻，但是这个发球直接挂网，11比17。8号张宏礼的发球，哇！两边都是发球的失误、哦。对，他对于要追分的苑里来讲，好不容易把球权拿下来，但是又发出了 out ball， 又送回给对方，18比11。内湖高中的发球，还有，好看苑里怎么处理。2号位这个球直接打进去，12-18。
利用两个前面的一个前交叉哦，把2位拦网的选手定在前面，然后把人拉到后面呢，再做一个距离差，形成一支拦网。这个战术其实在不管是在高中队，甚至在职业队也是会常常看到。是，这边换上了4号的林俊恩。林俊恩在去年的国中排球联赛是获选为防守球员对角球员。但戴着眼镜蛮有特色的，比较少看到排球选手戴眼镜上去对，因为相对来讲可能比较会有危风险险大一点。对。这一分拿下来是3比19。张伟修。抽过去，现在看院里怎么打。后排又是张伟修，吞进去。这2波的内中的拦网的时间点都有点太早了哦，都是在要落下来的时候呢才去拦到这个球，而且起跳的时候手也都离网子太远了。场内喊出了暂停，现在比数19比14，双方差5分。陈昭凯教练慢慢的把一些去年JHV 冠军队的队友们换上场。张伟修上去，林俊恩上去，郑文冠几个在去年合力打下了院里高中国中部这个 JHV 冠军队的成员慢慢换上场。他们的默契肯定是不错的。是。王品浩、郑文冠、张伟修、林俊恩这几个都是很强的发球。手站球敢打，好，接的没有问题。4号位点过去，好球，掉到了。你有观察到防守者是站得比较深远哦。对。还是这种强力的扣发，但是这个球出界，让内湖高中再得1分。内湖高中的发球20比15。还有，再给4号位，左手吊过去。中间张伟修后排吊球，我扑起来，再给4号位长攻，后排也接到。换一个位置，1号位的后排这边院里也接起来，张伟修再来一次后排touch out。哇，刚刚第1颗球是吊球，现在第2个的后排呢就转换到1号位置，我去做一个手法的改变。这就这样打平了一点点，但是后排这边防守球员碰到了手打成了界外。内湖高中换人，21比16。中间好球，3号位的进攻，直线的他只要非常的聪明哦，点拉得很高，用手腕的一个改变去打拦网者的手。22比16，整个机动性呢是非常的好。对，直接接过去了，压回来挡了一下，还在院里高中这边，中间用吊球落地。
苑里高中再把身高最高的张进斌换回场上。这个球长攻哦，用力打，但是打到了界外去。对，可惜了。虽然追击已经有追到球了，最后这个手腕下扣的动作，如果可以再做得更完整一点的话，这个球就不会出界了。18比22，苑里高中现在落后4分。压下来。志凯攻击的手法也是相当多元。对。23比18。很平的球过来，中间快攻掩护，第二时间撇下去。这个交叉进攻的时间呢，是做的非常的相近哦。对。所以说在前面哦，快攻手把对方骗起来之后，落下来之后，对方球就下来。巴古的举球搭配攻击手打了一个 touchdown， 24比19，现在来到内湖高中第一局的局点。这个跳发挂网，送了分数给苑里高中，20比24。好球！这分拿下来，25比20，内湖高中率先拿下第一局的比赛。
本场比赛的现场，这一场内湖高中对上苑里高中的比赛要进入到第2局，要由穿着白色球衣的内湖高中来发球。这边由王宏明先发球，快攻，后白接球之后，球出了界外，1比0。推过去，再一波吊球，扑到，下手送过来，内中的机会，这球打飞掉了，是没有 touch 哦。2比0，苑里高中在第2局现在取得领先。哇，好球，非常干净利落的出手哦。马德琳哦，搭配举球员的快攻，左手的快攻啊，的确是在拦网上会比较难去对位哦。1比2，很长很平的球接起来，开网球的处理，但是在拦网的部分，内湖高中挡下来，2比2。内中再发球，他在自由球员手上哦，这边是直接得分了，3比2。小球，但是这球力道轻了一点点，连网子都没有过，3比3。不过看他的飞程，应该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下一轮再来的时候，再做一下手法跟力道上面的调整。因为如果那个角度再力道再大一点点，有可能一过网就掉在3米线里面。对，应该会爬过网。推4号位左手再一分，很干净利落，马德琳。内中这边也是有2名左手的球员哦。这个打起来真的是还蛮难抓的啦，出手的角度。而且现在前排同时是2个左手的球员都在前排啊。这个球印，打得很长。这种球的确哦是不好去做防守啊，因为人高又跳得高，打点已经非常高了，打这种高打点的对角线的确是不好防守。郭凯宁再为内湖高中拿下1分，5比4。到8号的马德琳下来发球，哇，接到后面去，还有单手勾起来，好送下手的呛死回来，看内中，好球，极限套球，哇，内中这边士气是越来越旺了哦，整个都打顺了，6比4。但这一局哦，开局苑里有曾经取得领先，但现在已经是让内湖高中超前。有后排变高，有碰到。再看一下这一个球，对，是有碰到了。所以双方分差来到3分，7比4，内湖高中领先。
内湖高中阵中最高的是189公分，有2位，王宏明和罗浩佳。暂停过后，比赛要继续来进行。发球的是8号的马德琳。这球打进来，苑里高中再添1分，5比7。照打，敢打了，感觉第一球接的球不是很顺手啊，但举球员冲过去了，把球下手举起来照打。是举球员的反应啊，以及决定都非常的果断哦，有把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马德琳再发球，哦，不是，这边球被垫过来，被垫过来，找到呛死。2个人同时要打1颗球，就是掉在内中这边，6比8。弹过去，还有第3颗。有后排也有接到，打一个后排过来，好球，漂亮，詹志凯，球飞出来啊，把这个球打在后排。最后是一个打半颗的一个动作哦。9比6。那中的发球发得很长，稍微转直线，要扑过去了，这个球没有办法救起来。得到发球是苑里高中的张佑琪，身高1.78米，是来自于苑里高中国中部的球员。中间的时间差攻击还有。吊球，苑里高中找到了内湖高中哦，在后排的这边的洞，把球送进去。这个是有威胁性的吊球哦。8比9，张佑琪要继续发球。好球！张建明飞出来打这个球，现在双方形成了9比9平手。平手情况下，也迫使内湖高中来喊出暂停。苑里高中去年的成绩哦，在 HVL 高中排球联赛里面是拿下第6名，前年112年是拿下第8名。那内湖高中哦，在去年是以第8名坐收前年，那则是拿下第6名。那也曾经在109年和内湖高工来争夺冠军，最后拿下了冠军。暂停结束，苑里高中的发球，
有球还有救到，哇，可惜太前面结果对没有处理好，最后球是掉在场内哦，没有办法打过去。球10比9，球太冲网了。快攻，我这边很敢搭配哦。10比10。哇，可惜慢了一步。哇，现在内中再得1分。往前踩一步就可以救对到。那第一时间愣住。对。很难到。中间的时间差，拦网得分。哇，这中间手的判断非常的精准哦，并没有被快攻啊对方的快攻给吊起来。很有耐心的去把整个球形看完，才做拦网的起跳。张伟修换下来休息，这个球擦网过去，好球！张进斌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啊。对，张进斌是来自于内湖国中。下球的举球，后排处理，开网球打进去，又是张进斌，连拿2分。把握张进斌在前排的这几轮哦，对，看能不能透过他的进攻，把分数能够稍微的拉开。12平。好球哇，在空中停了很久，挺腰拉杆，砍下去。是，但是在空中等了很久之后，已经看到整个，甚至是连对方拦网跟防守的一个空档啊，看准的时候才做出手。接发没有问题，中间也是用快攻，但是调过来，后排弹了一下油。转直，哦不，没有碰到，球出界，14比12。推过来，后面有接到。有没有碰到？没有。没有。再来看一下啊。哇，那没有挑战系统的话，真的也很难判定。对。13比14，越里高中追到落后1分。在手上面弹出去了 ，touch out，15-13。拿到发球是内湖高中8号的马德林。结果这个球挂网，14-15。发球是9号的张凯恩，只能用下手处理过去。现在前排要注意拦网，转直线还有，小心脚踢回来，没办法了。
在那个位置哦，脚伸出去是比较快啦，但是球踢回来之后往后踢，后面的队友没有办法再做处理。对，还是要小心哦，因为这个我们的电子看板是非常硬的。之前曾经在 HBL 高中篮球联赛里面看到球员哦，防守之后撞下去，整个把它撞裂。幸好人没有事，用力打这个球，好不好？拦网出界，使得内湖高中先拿下第16分。第2局现在进入到技术暂停。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内湖高中目前16比15，在第2局1分领先。得到罚球是6号的张恩凯。垫高之后，快攻掩护4号位这个球，面临后排接起来吊过去哦，再来吊球，打高处理。好球！双方快来快去的情况下，最后是苑里靠着这个平推哦，把它打进来，16平。出手的点拉得相当高哦。苑里高中王品浩的发球。哇，挡住了，挡到了。他想要卡位，对，想要退开，刚好就是挡住了队友的这个路线。其实可以直接把他推开。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就直接把队友推开，踹开，对，抢那个球。是。边退边守，这个球没有能够接起来，17平。第2局双方没有拉开哦，只是一直拉锯。张佑琪的发球，直接接球打快攻，最高换4号位。这个球好不好？打的是真的很漂亮，对。那个空档都出来了，但打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很多次哦，就是要闪啊，所以手腕这样一转哦，球就出去了。对，这个的精准度哦，的确要拿捏的刚刚好。也是打快攻，哇，小心！没有办法，球喷出去。对。18比18。接球长推4号位，好球！哇，2个人中间硬碰硬哦，对，很长的一球。19-18，内湖高中现在有1分的领先。顶过来，看改2号位，难道还有球送过去了吗？有。
拦网拦到，再给4号位这边吊球，用力压也被垫高。这一次吊来吊去双方互吊，就是院里拿下这一分。两边都做很多这一种在高点处理球的动作。对，手压、手推啊。是。郑景汉，院里高中郑景汉的发球。快攻！哇，可惜，空间已经出来了哦。那横移过去，其实整个拦网跟防守空间就已经出来了。不过就是自己没有，对了，自己撇出去，撇的太多了。20-19，院里高中现在有1分的领先。哇，好球，防守！我用生命在接球。哇，那个骂虾，我们播报台这里都听得非常的清楚。那个不是手，一般接球的手臂哦，这个不是这个声音。对，他应该是用胸口去接那一颗球的。整个人被打翻哦。詹志凯，内湖高中詹志凯的发球。外攻，这边也出现了空档，因为你还是配很多的快攻，是还是很敢配哦。对。21-20，院里高中发球是林俊恩。后面有接到，4号位开网球拦到，吊球，重新来一波后排，好球！哇，詹志凯球打得非常的有水准啊！除了前排之外来自后排的攻击让整个攻击变得更全面。内湖高中换上秦宗佑来发球，毕业于北安国中的球员，今年也是3年级。21平。这边现在院里也用强攻在4号位拿下1分。对，双方你来我往而且目前好像没有说。特别是在哪一个选手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得分哦。连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能够得分。22-21，院里高中1分领先。哇！接球，詹志凯这个球没接好，对方直接得分。23-21。落后2分的情况下，内湖高中。这边场上有喊出暂停。这边暂停时间结束，要继续来比赛。前面拿下1局的内湖高中现在是21-23，2分的落后。而且面对仍然是院里高中的发球。打快攻，勾起来。
然后碰到了标志杆啊，24比21，现在来到苑里高中第2局的局点。中间时间差，这边这一分拿下来，22比24。轮到苑里高中来喊暂停。要轮到罚球是6号的张恩凯。哇，这个球是从哪个地方钻过来的？看起来不像从直线。25比22，现在苑里高中在第2局扳回一城。前2局打完，双方现在是1比1平手。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赛事现场，我们在下午为您转播这场比赛，是由内湖高中来对上苑里高中的比赛。从8月25号一直进行到8月30号的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都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来进行赛事，免门票，欢迎喜爱排球的朋友到现场来观赏比赛。哇，这个搭配上的失误哦，看起来是战术上面的配错、记错。对。要跑
找一个快的，但球给长的，人已经进去了，球在后面。篮网出界，那这边这球篮出界之后，双方现在1比1平手。前两局双方打完1比1平手，第3局的比赛。好球！整个转过来举了。右旗这一颗球也是举得相当有水准哦，因为其实球已经比较靠网了，他其实是整个是背向网子来举这个 C 快攻。这个需要考验到他整个身体的平衡力啊，跟空间感。篮网出界，现在2比2。抛得非常高，拦回来还有，再一波4号位，张伟修这个球被拦到，没有办法正着身去打哦，侧着手臂用手腕来打这个球是被拦回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处理球啦，那遇到有经验的拦网者来说，就比较不会没有办法造成太大的威胁。对。这边还是想强力发球，但是就这个球出界。长飞4号位，但这个球打出界，没有碰到。4比3。张进斌的发球，再试一颗，这个就有了。4比4。内湖高中的发球得分，很飘。这边感觉可以看到那个球在横移。对，下坠的速度非常的快哦。这个球最后没有能够落在场内，飘出去，5比5。等到张伟修的发球，这个上个学年度国中联赛的 MVP。还有，cover 过去了，对，队友反应很快，拦到油，吊球，哇，可惜，这个球被吊中了，6比5，现在苑里高中1分领先。哇，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哦，没有去用声音来做个确认。其实很多的两个人之间的球都可以用声音来做最后的确认，就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教练 always 讲喊声喊声。没错没错，因为尤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队友的，因为速度太快了，只能用声音来辨识啊。这球inside，球印6比6，所以。有时候看到教练会生气哦，可能球队赢球，但教练心情不好，叫他们喊都不出声音。对，就是有时候又太安静，然后或者是不应该失误的球，就因为没有喊声而失误。对，很可惜。好球哦，侧身的举球哦。哇哦，张佑琪2次了，我刚刚前面有一次是背对网子，对，正面对网子，都是往两边来举。因为这就没有所谓八股不八股的问题，就是左或右而已。7比6，苑里高中现在还是有1分的领先。黄品浩的发球
转过来，好球！重炮！哇，这个球漂亮。啊，张伟球守在那个地方，也没有让球直接落地啦，只是说球没有能够接起来。对，他被炸到了。对，7比7。没接到位，处理过去。先来看内湖高中，这边斜线打进来，也拿1分。自由权的位置是有点跑掉了，刚好是站在拦网手的后面哦。内中要回领先1分，8比7。再配快攻，压到弹回来，再一个快吊球之后也接到，凯达4号拉开touch之后由后排，好球，两边都是选择直线啊。不过刚刚那一颗是用这种处理球、入球的方式，但这一颗直线是打得非常扎实、哦，垂下来。我刚刚球的转换两边哦，左右。9比7，内湖高中现在领先2分，慢慢拉开。后面飞进来，这个球打长了出界，10比7，慢慢拉开。现在内湖高中在第3局是10比7，领先3分。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来进行。内湖高中发球，吊球，好球，一样是走直线哦。刚刚是只有1个人拦网啊。后面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后面接。对，而且志凯刚刚那几颗球都跳得非常的高啊，打得很重。张伟修后排，又是直线，打开了，打开了。这个起球这个位置啊，都打在张伟修这边。然后这球其实举得也非常的到位哦，才让志凯是有办法让好好的打，整个溜到直线，还用身体的力量压下去。12比7。哎呀，差一点要给他爬过去，就差了那种2公分的差别，再高2公分就得分。对，那矮一点的就是直接被拦住。8比12。张佑启的发球，快攻进来，勾引，13比8。轮转错误，太早了。对，这球员偷跑太快了。14比8，差6分。
快攻，下手的举来不及哦。9比14。对面冠的发球，哇！碰到哦，我现在志凯真的在直线上面啊，不管是强击或他只要都打得得心应手啊。就是真的打开了之后，球感来，手感来就是这样。那吴兴恩的发球过去了，压下来。16比9，在第3局，现在内湖高中率先拿下第16分，要进入技术暂停。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这一场内湖高中对上苑里高中的比赛在第3局，内湖高中目前16比9，暂时领先。前面2局双方各拿1局，不过第3局目前内湖高中拥有不错的优势。接球接到后面，但是队友来 cover。杨敬斌送过去第3球，快攻的掩护，个人漂亮，是没有人拦网啊！他从中间3号再拉到4号去打这个球哦，他自己做了一个个人的移位，对，是完全骗到了拦网者啊！17比9，这球飘出去了，球权来到苑里高中。郑景汉下来发球，这一次后排有接到，开网球硬打有，掉过来打在手上，双手托高。修正，照打，2个人之间打进来，好球哦！这个修正球也是举得真的非常到位哦。这分拿下来是8比10，内湖高中现在领先有8分。接起来在后面再来处理，但这个球碰到了标志杆，好ball了。空间感是没有抓好啊，要不然其实这个球修正的也算是到位，可以做处理的。19比10，分差来到9分。接歪掉，处理。
打在手上，后来接的轻松。来看4号位的进攻，张伟修，虽然是高1啊，但其实个人技术相当成熟，而且身材条件也非常好。对，以他这种本来就185的身高，在国中联赛真的是很难挡啊。对，19、11。太长，没有碰到，好不？林俊恩继续要发球，哇，球线挑得非常长哦。20比12。好球，张伟修的直线啊，后面后排球员啊手碰了一下弹出去。已经有好一阵子哦，没有看到伟修跳出来哦，来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让学长比较多。中间的快攻，他球，他举非常的明显。拦到，有补到，往前挡一下，球落地，内中再拿一分，22比13。好球，时间上配得非常好，这一块啊打下去，拿一分，14比22。还有后排很敢打，吊球被挡回来，再一波后排张伟修，哇，出界了，对9号波，23比14。快攻出来，现在院里再追一分，15比23。张佑琪下来发球，又是詹世凯自己的移位能力哦。哇，这整局都看他的表现了。不然4号位的重扣，或者是个人哦，这样讲3号位、4号位之间的移位，或3号跑到4号跑到3号这边，对，灵活的跑动。24比15，现在来到内湖高中在第3局的局点。把球轮到2号的林冠廷。拦网出界，院里追1分，16比24。轮到院里高中9号郑文冠的发球，快攻撇出去，太多了。攻击出界，送给院里高中1分，17比24。
文冠继续发球，快攻！哦，触网，在前面往前的触网犯规，让内湖高中拿下了第25分，25-17。现在前3局打完，内湖高中是2-1的局数，暂时领先。回到比赛的现场，这场内湖高中对上苑里高中的比赛，现在要进入到第4局的赛事。内湖高中12号詹志凯今天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我这引擎热开了之后，前排、后排、3号、4号每个位置都可以，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对。来到之后来看这一波，再给他詹志凯这球。这次是被对方拦到后排得分。我的拦网的是有刻意的哦，把这个直线的空间封阻起来了，因为前面一直被他打穿。对，上一局直线真的是被打得太惨烈了。换个人哦，继续在4号位发威。詹志凯下来发球，现在双方1-1。也稍微放轻。哦，好球！现在是对面在2号位开重炮。刚进兵，中间穿越。2-1，苑里高中在第4局现在取得领先。好球！哇，有没有碰到手？没有。那内中这边的2支的左撇子哦，这阵子在整个打
5号位的直线上都有这一种自己闪过头的往外出界的，对对出界的现象，要赶快把这个手势再做一下调整。哇，直又是线，对，对，现在有严加看管直线的部分了哦。那这一局已经拦2颗，在所谓内湖高中4号位的直线这个部分了。是。开局让院里打出4比1的攻势，使得内湖高中现在喊出暂停。好，这个暂停很快的结束，比赛要继续来进行。发球的是院里高中。院里高中的郑景汉。这一次啊，往手上打就有了，他就要。2比4，内湖高中追1分回来，罚球是8号的马德林。好球，开网球2号位的斜线打进来。哇，打点也是很高啊。张进斌的发球。哇哦，发球得分哦，6比2，慢慢想要把分差给拉开。感觉整个出手的动作都没有做完成，这个打平了，然后擦网弹网之后弹出了界外，7比2。第4局现在院里高中有一波很好的开局，5分的领先。可以快攻，这球后面也接到，也接起来，现在改后排。哇，这里也是失误哦。似乎这个攻击失误是会传染的。一个位置一个位置传出去哦，前排，那现在传染到后排啊。詹志凯这个球也打成 out ball，8比2，双方分差来到6分。院里高中张进斌的发球，好球，马上调整哦，止血哦，不然这一轮已经3分过去了。对。张安凯拿下了1分，止住了对方的这个连续得分。张安凯下来发球，小心，好球，还有。好，现在赶快回到场内，准备防守。时间差，快攻的掩护下，第2时间这个球打在后排比较靠近底线的位置，这分再拿下来，现在院里高中是9比3，领先6分。好球，打在手上有，防守好球。可以装了chance，再次打4号位，这个球有碰到，有，现在比数4比9，内湖高中追1分回来，落后5分。
过去。好球，詹志凯回来了。是。哦，现在是改走斜线呐。前面真的是有人在守啊，所是以就打另外一条路。没错，而且我们从慢动作可以看到，现在拦网是整个卡在他的左肩哦，就是要封住他的直线。哇，这边也还以颜色。对，玉里高中这边也用直线打穿前排的防守，现在再追一分，10比5。快攻，对，快攻稍微转换一下哦。其实内中这边的快攻手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哦。对。可以适时的跳出来分担一下主攻的一个体力的消耗啊。看直线后排接起来，谭志凯，这次斜线也被拦。对，这个球因为是比较平哦，又比较靠网，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过很可惜，是队友的 cover 的动作没有做得很完整，不然是有机会。对，应该可以再组织第2波进攻。11比6。这个球不，可惜。哇，这局第2次哦，他自己的攻击失误。是。玉里高中张佑琪的发球，接到那句可以修正，照打好球，拦到有，往前过去了，在后面啊，双手要勾，但是球没有进到场内，13比6。这一次回到直线又回来了。你拦我的直线，我就打斜线；你拦斜的，我就直接再打穿。他的整个临场的应变的一个反应非常的快哦。7比13。球很平。好球，发球得分。真的是贴着网子过去的哦。吴兴恩的发球现在让内湖高中追回1分。8比13。哇，中间撇斜的进来。苑里高中黄永豪的发球。整个在控制球上面都没有控制好。攻击出界之后，比数来到15比8，差7分。那内湖高中也趁这个时候喊出暂停。
高的球其实是有凹破的可能性的。哇，中间穿越啊！暂停回来之后，这一分再让苑里高中拿下16比8，在第4局，苑里高中率先拿下第16分，要进入到计时暂停。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第3天赛程的第3场男子组比赛，是由内湖高中来对上苑里高中。哇，这边也是一个女球员跑太快了哦。目前在这一局的比赛哦，是苑里高中17比8领先到9分之多。前面3局内湖高中是2比1的领先。快攻啊！太低了，没错，没出去哦。但这个来跑快攻了，然后手往上比了一下，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对，他很会跳哦。不过这个球连网子都没有过啊。对。8比18，哇！这个球哦，再次发球直接得分哦，发球打在自由球员这边哦，结果直接拿下分数。内中这边现在换取球员，调整一下节奏。这个球发球出界。单局落后10分，你说要追，其实难度非常高。对，但也不是不可能。对。那尤其是这种实力很接近55波啊、64波这样的比赛，有时候就是专注力一不专注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被带走。对。我现在很快的在往前，苑里高中哦，在攻击拿下1分，20比9。想打 C 又推到外面去，对。有时候落后分差越大，场上越急，越不能静下来好好的处理。对，尤其是学生运动员，有时候在这时候他脑袋里面已经乱哄哄了。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时期。拦回来又弹到空档，再1分，22比9。时候大家的专注力已经有点跑掉了哦，动作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把连续的动作都完成。是。分差来到13分。对，虽然是在落后的时候，但还是要去一步一步的做调整哦。有了好多颗哦，前面出现了许多的失误。是。
10比22。罚球轮到8号的马德琳。哇！斜线现在打顺了。对，斜线防守的位置也是跑掉了哦。张进斌。哇，有，界内。 11比23，张恩凯是内中哦对上另外一位左撇子球员。哇，这个呛 sport 啊，也是大家没有沟通好。要吊球碰了一下，然后很软弱的掉下来扑出去，已经来不及。24比11，现在来到苑里高中队第4局的局点。 压过去，顶高。好在前排是靠着一个人的这个拦网没有能够拦住，25比11，苑里高中再以25比11拿下第4局。前4局打完，双方现在是2比2平手。 先发嘛。回到比赛的现场，今天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第3场高中男子组的比赛，内湖高中对上苑里高中的比赛，现在即将要进入第5局。今天再度出现了5局大战。前面内湖高中25比20拿下了第1局，苑里25比22扳回一城，内中25-17拿下第3局。 苑里再以25比11拿下第4局。只有15分的比赛哦，两边选手的专注力都要非常的高度的集中哦，因为前几局就会有几个状况是选手专注力都已经不在场上了。这边接发没有问题。
第一个球，詹志凯在4号位的进攻打斜线，结果出界，1比0，苑里高中先拿分。中间的快攻，有人还是打进去。这一次是在牛高中这边后面没有办法 cover 这个球，2比0，苑里高中领先。哇，发球发太长了 ，out ball。1比2。那种5星恩的发球，快攻，快攻，中间手跟的是没有很扎实哦，有一点在猜球。苑里现在第5局3比1领先。然后19号的郑景汉的发球，也是打快攻，有拦到，变线哦。2号位这边这个球也接起来，回过去。哇，触网，这个触网，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对，这个第5局的一开局啊，就是很多非说不性的失误哦，自己的打出界啊，然后触网，这个对整个士气来讲都非常的伤哦。所以现在让苑里高中在第5局打出一波4比1，哦，4比1的攻势。现在那种赶快喊暂停。第5局比赛就没有技术暂停啊，两队各有1次的暂停。好，暂停时间结束，比赛要继续来进行。仍然是苑里高中要发球，现在4比1。张志凯这个球被接起来，前排有在看4号位，左手打进去，拉包，哎呦，小心，又触网了，因为2个人去争抢一颗球哦，大家的节奏都有一点太急了，也落后了，所以急着想要把球处理下去，手勾到，5比1。这球没有爬过去，是自己的失误啊。6比1。中间的时间差，詹志凯终于是有个突破了。2比6。第5局差4分，其实差蛮大的。又是快攻，苑里高中这边现在再拿1分，7比2。现在反而是在苑里高中这边，他们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5分的差距，现在苑里高中领先7比2。张进斌的发球，快攻过来了，前排快攻的掩护打后面的打巴古。 现在真的是一颗一颗要稳稳打，不能再出现自己的失误。对，尤其是在现在已经第5局又落后的状况之下，就应该更要把这个专注力放在我当下要做的这个动作，然后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也都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当你如果说你要防守要接球，那你就是要把这个动作做到底、做完整。许宗佑的发球接球不理想，照打。 好球！杨志凯的吊球，后面接起来，转直线，他就要哇弹到2楼去，再弹回来，8比3，在第5局，苑里高中先拿下第8分，现在双方交换场地。 苑里高中要发球，张伟修 ，ace， 哇，张伟修在第5局跳出来了，我可以看到他在整个第5局的开局的时候，在4号位置的得分，还有现在的这个发球的一个企图心跟霸气、超猛。弹过去，有接起来，吊过去。 又是一个发球的破坏啊！10比3。这个球出界。对，虽然出界，不过还是很敢发、哦。对。啊，没有说怕这样的失误哦，就轻轻发送你球，没有。对。 的快攻有下手送回来，苑里的呛死，好球！哦不，对，是出界。好，内湖高中追1分回来，5比10。张恩凯的发球。 前面有碰到，但后面还是打进去啊！11比5。这边后面有接到，小伟推过去，后排球，弹了一下，in。场边现在苑里高中的其他球员喜是非常嗨啊，是。从被对方听牌之后扳平，然后现在有机会拿下胜利。 6比11，又是快攻，吹了非常多的快攻，对，郑景汉。右旗举球员是很敢举的，就是要抢这个时间哦。这个球界外，又送分了。对，是3比6。
前双方争夺球来到了苑里高中这边压下去，还有转身打再被拦到，他把它做得很扎实。哇，这一次打穿。这一波能够得分，真的要靠队友是非常扎实，在跟进去做 cover 哦。对，黄瑶最后拿下这一分之后，14比6，来到苑里高中这场比赛的赛末点。沙西米张进斌直接砍下来，15比6。结果在关键的第5局哦，苑里高中再度以15比6拿下。5局打完，苑里高中是以3比2的局数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如果以第1局的比数来讲，说苑里高中会获胜，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大敢相信啦。但是确实在后面苑里高中有非常好的发挥。没错，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可惜，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是，内中这边的选手自己是丧失掉了他们原本有的专注力，因为我想他们的技术是有到一定的程度，只是说当在这个场下专注力一丧失的时候，他们跟队友之间的连结也因为没有声音的连结，然后造成说大家的节奏都逐渐找不到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那我们反观是在苑里这边，你可以看到他们到第4局、第5局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把他们自己该做的本分都做得非常的到位，所以他们的整个球队的节奏就可以很顺畅的连接在一起。我想这是这一场比赛看得出来比较大的差异。那也希望内中这边可以汲取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去做修正。我相信未来这一战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好能够去进步的一个契机。没错，那苑里高中正中哦，虽然说非常多1年级的新生啊，这个苑里高中国中部升上来的同学，但这样的补上来，而且有这样子强度的比赛，我相信他们很快的能够成熟，很快的能够以一个更完整的高中阵容来打接下来的比赛。好，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秀英啊，
回到比赛的现场，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登峰造极排球邀请赛。那在刚刚苑里高中是历经5局大战，以3比2后来居上击败了内湖高中。那这边就请到了我们陈昭凯教练苑里高中的教练来谈谈对于这场比赛的发挥，你自己教练怎么看？我觉得一开始球员还是对于这个新的队形还没有那么的熟练，默契度还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一开始有点在抓那个节奏。那也很感谢有这个比赛，可以让我们在季前有这个抓节奏的机会，跟培养默契的机会，来验证一下我们这暑假包含2次的异地训练，然后来验证一下我们现在的队形到底还缺了些什么这样子。对。其实从第1局前面3局打完是落后了2比1的局数落后，但是第4、第5连续2局都扳回来。我们看到在阵中，其实陈昭凯教练用了相当多。其实，在阵中有7位1年级的新生，那有不少在这场比赛其实后面就一直上场，一直上场。那对于这些年轻选手的表现，教练怎么看？我觉得他们对于下一个阶段，我认为他们应该已经准备好。但是毕竟下一个阶段就是高中阶段，还是更高一层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以挑战者的心态去面对下一个阶段的比赛。那就是如果以挑战者的心态去面对的话，那就是尽全力的往前冲。那不要去担心自己表现得好或表现得不好，那就只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那我们才有机会去给他们新的东西，然后并且帮他们调整这样子。是，其实，在国中排球联赛里面苑里高中国中部不但拿下了冠军，而且有好几个个人奖项都拿下来，包括了 MVP 包括了对角包括了自由等等那我想这些球员在经过了整个暑假的训练，那进入到新的学期，尤其即将开始的这个新年度的学生联赛中，我相信教练应该也会对他们委以重任。当然，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从国1开始，甚至我们其实从国小就开始在接触他们了。是，那就是默契啊，还有那个感情的连结，其实已经很深了。当然，我们这撇除掉感情以外啦，就是对他们的信任感，或者是知道他们大概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解。所以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我们会很放心的去使用他们这样子。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做到某几个点这样子。是，对。好的，非常谢谢昭凯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恭喜苑里高中在这场比赛最终是拿下的胜利。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谢谢。非常精彩的5局大战，最终苑里高中是后来居上3比2击败了内湖高中，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我们后面还有精彩的登峰造极排球赛，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转播。我是陈耀奇，还有今天的讲题陈亦儒，在这里跟您说声再会喽，后面的比赛再见，拜拜，拜拜。